恢复了。人类真的要完了。 兽潮正在登陆亚美利加华府基地时，青角巨兽正在朝韩夏方向进发。什么？金角巨兽的报复开始了。 二弟，我传授给你的对领域的感悟和运用方法，你掌握了几成？3成。这种程度还不够。人类已经没有时间了，足够了。我们走吧。关主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。第一元老。 第一元老召集众人，难道是找到了击杀金角巨兽的办法？最大当量的氢弹也对它无效，就算我们感知出更大当量的氢弹，金角巨兽吃了一次亏，也不可能再上当了。罗峰怎么和第一、第二元老？各位，人类因金角巨兽的出现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我召各位来，是有要事宣布。各位，我有把握击杀金角巨兽。什么？罗峰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罗长老怎么可能？罗峰，你靠什么击杀金角巨兽？
这是镭射炮。没错，这是我从3大绝境之一的12号古文明遗迹中找到的。目前地球上最强的单体攻击武器。12号遗迹，5大国在那里都吃了很大的亏，你居然真的进去，还安全出来了。可这镭射炮能有多厉害？罗峰，你得到的镭射炮是什么级别？告诉他是 B6级。B6级。B6级，人类有救了！贾一长老，这 B6级镭射炮到底威力多大？我们曾从古文明遗迹中得知，宇宙中关于镭射炮的威力可分为 A、B、C 3大级别。A 级镭射炮可击杀普通行星级武者 ，B 级则对应航星级。B6级镭射炮能击杀普通航星级6阶武者。天哪！关注这么厉害啊！可这炮口直径很短，这一炮能打死金角巨兽吗？虽然金角巨兽体型长180米，可它的脑袋只有20米。镭射炮一旦发射，攻击达到光速，它根本躲不了。即便是细窄的激光射过去，也能将金角巨兽整个脑壳全部炸掉，保证魂飞魄散。厉害！人类有希望了，有希望了！罗峰，谢谢你，是你重燃了人类的希望。关主，不用喊我关主，看得起我，就跟雷一样，喊我一声红哥。红哥，罗长老，我们可以亲眼看一下镭射炮吗？巴巴塔，还没好吗？最后阶段了。还请诸位等待片刻。巨兽正在毁坏人类在雾岛的驻扎基地。金角巨兽飞行速度15000米每秒，预计9分钟内进入春申江入海口。速度太快了，必须要在它进入寒夏前击杀它。罗峰，巴巴塔，没时间了。倒数8分钟。巴巴塔。倒数7分钟。我们的将士在不断的减少。搞定！这是我从遗迹里一并带出的维修机器人，
发射镭射炮的任务交给机器人，保证不会出错。这些珍贵的外星科技在地下埋葬了那么多年，因为罗峰才能重见天日，为人类所用。寒夏有子栋梁，我死也无憾了。倒数6分钟，金角巨兽逼近了。各位，相信我们这次一定会成功的。巴巴塔，一切准备就绪。行动。镭射炮发射需要酝酿时间，如果我们一炮没杀死它，凭金角巨兽的速度，绝对能逃掉。我明白，我们只有一次机会。这家伙正在吞噬太平洋群岛周围废弃的金属钻井平台。现在太平洋大部分正处于黑夜当中。机器人飞行速度2109米每秒，金角巨兽飞行速度15219米每秒。镭射炮是直线攻击，必须让两者的距离足够近，才能忽略地表弧度。机器人距离金角巨兽2100公里，差不多了。镭射炮准备。机器人就位，镭射炮启动，50秒，49秒。镭射炮依次酝酿准备，需50秒。10、9、8。这是人类最后的机会。3、2，他发现机器人了。完了。1，发射。这世上没有任何生物能逃脱光速攻击。成功了！成了！成了！我们成功了！来来来，赶紧喝酒，庆贺成功啊！德峰，很厉害吧？我早就说过了，用这架能击杀恒星级6阶的镭射炮轰杀他，他是必死无疑的。终于成了，这场灾难终于要过去了。红哥，怎么了？来来来，赶紧喝酒，庆贺成功啊！终于成了，这场灾难终于要过去了。红哥，
能不死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，灵魂都在识海中，识海就在脑袋里，毁掉脑袋必死无疑。除非精神印记融入每一个细胞，凭细胞重生。可恒星级根本不可能达到那步。难道这金角巨兽有特殊天赋？金角巨兽在海面急速前进，速度36000也就6.2米每秒，是之前的2.37倍。怎么可能失败？整个脑袋都被轰没了，居然还没有死！这怪兽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，镭射炮！赶紧将镭射炮带回来！速度相差太大，必须对它进行第二次攻击，才有脱身希望。快呀！来不及了。对付金角巨兽的最终武器，还没来得及再次攻击，就被毁了。最新消息，韩夏东北军区下辖仅存的一座军事基地失守，这意味着全球所有军事基地已被摧毁，各大基地室都完全暴露在攻击下，无法阻挡受潮。6点34分，巴西利亚基地室被攻陷。7点15分，法罗西基地室遭受飞行怪兽群8小时的持续进攻而失守。截至今日9点34分，已有10座基地室沦陷。战神宫本是全人类对抗怪兽的最后堡垒，而我们却在金角巨兽面前一筹莫展。接下来，地球各基地室恐怕会因为无穷无尽的受潮而逐渐沦陷，陷入比大涅槃时期更为绝望的境地。是时候了，红哥，我们还是和当初说好的一样。各位，金角巨兽因遭受炮击而实力受损，机不可失。我和雷神决定，联手拼死一战，
击杀金角巨兽。红哥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我们也愿意同前往。事关人类命运，我们责无旁贷。还有我们。你们实力不够，如今只有我和雷神拥有领域，没有领域的你们贸然接近，是白白送死。我与雷神出战，需要你们继续主持大局。罗峰，听你馆主的吧。哪怕一个星系才诞生一个的宇宙级强者，也未必拥有领域，而地球却有2名行星级拥有领域。如果他们燃烧灵魂，施展绝命一击，的确有希望。即便战局不利，5大国也能保证大部分人类精英能躲入庇护所，以图后继。我看不如……刚才的指示你没听见吗？第1元老和第2元老冒着生命危险出战，我们要继续领导好战神宫，维持世界秩序。金角巨兽成长极快，一旦到宇宙级，整个地球将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，人类几乎没有幸存的可能。我不想让我的孩子，让我们的后代失去希望，过上暗无天日、颠沛流离的生活。所以，我和红哥必须不计代价击杀金角巨兽。我和雷神会着手进行最后准备。如今兽潮肆虐，各位便是守护人类的最后防线。请记住，只要一息尚存，战斗便永不停止。京都基地室在此告急，诸位，告辞。只要一息尚存，战斗便永不停止。小风，妈，我今天带徐星去检查了下身体。徐欣，我来探测一下。哦，是男孩子，还是双胞胎？罗峰，我们在这时候有了孩子，万一将来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本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，可偏偏在这个时候。我们会没事的。红哥说，要让孩子们不要失去希望。这种心情，现在我能体会了。孩子，我保证，你们会有美好的童年，不会担惊受怕。我以我的生命保证。所以我不能只是徒劳等待。
形势严峻，我必须做些分内的事。罗峰，回来以后，给孩子想个名字吧。巴巴塔，你之前为修复飞船而搜集的古文明遗迹残骸还有多少？快，赶紧支援前线！这是我的修炼心得，公布出去，或许有人能借此突破到更高的境界。倘若我回不来，人类还能多保留一些希望。是。红哥，等一下，我这有几件装备，是我用搜集古文明遗迹材料打造的，应该能在作战时派上用场。终于做好了。这把长枪是给红哥准备的，确实是我生平所见最好的宇宙材料，很好。雷神元老这边，我专门定制了加强配件。无论是战刀的结构还是重心设计都不错，很适合我的刀法。这件贴身护甲的防护能力较强，考虑到红哥有魔音藤护身，就给雷神元老了。谢了。没想到我这1年搜集的古文明遗迹残骸，用来给其他人类制造兵器了。谢谢你，巴巴塔。若风，就送到这里吧。此刻，你另有重任在身，你已经是实打实的地球第3强者。我们出战后，你必须带领所有武者，承担守护人类的使命。加油啊！一定要平安回来啊！金角巨兽短时间内已出海3次。为恢复实力，吞噬了大量建筑。我们飞到海上去，锁定金角巨兽的位置，时刻追踪。一旦冒头，即刻动手。红和雷神，地球上最强大的2个人，即将与最强怪兽交战。也许，这就是人类的最后一战。全人类的希望，红和雷神参与战争。
红哥，你说这时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看着咱俩呀？这个时候还有心思想这个？记得扫码哟。金角巨兽即将飞出海面。瞧你这眼神，仿佛是在说，弱小的存在竟敢当面挑衅我。不出一会儿，我就把你剁了下桥。让你好好见识一下人类力量的极限。肉眼根本看不清交战过程，恐怕只有哥能看明白。拼命了！红跟雷神在用燃烧灵魂的方式拼命。燃烧灵魂，就是将体内世界那颗基因元能的内核彻底燃烧，将元能、力量、意志完全结合，沟通宇宙，爆发出最强之力，非常可怕。但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，如果到时吞噬兽没死，那么他们两个就没有一点反抗能力。看来我刚才派出流萤护卫前往接应是对的。他们到了吗？快了，不过流萤护卫只有保护作用，你别指望他们有扭转乾坤的本事。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巨兽刚出生不久，根本来不及学习招式。面对踏入领域境界的红和雷神，他有点捉襟见肘了。
世绝招。啊！胡哥，是宇宙舰船的残骸，这么多金属，足够制造10艘飞船了。难道是红哥提前准备了像空间戒指那样的存储器，等金角巨兽开始吞噬，再把存储空间内的物品拿出来？金角巨兽的吞噬能力是有限的，这些金属的质量是地球金属的100倍，吞下这么多，你的体内世界就会崩溃。让你吞，让你吞，再给你加点儿。到了，全力出手！九重雷刀，第9重，最高境界的9重雷刀，在领域加持下，发挥出了惊人的威力。神枪灭世！继续出手，快杀了他！就算只剩残躯，我也要将你彻底灭脱！
招数非常英明，先以金属残骸延缓金角巨兽吞噬，再用氢弹激怒金角巨兽。当愤怒的金角巨兽提爪抓飞那些金属残骸，红的绝招刚好发出，一环套一环，真是漂亮。现在他们攻入金角巨兽体内，金角巨兽根本无法用提爪攻击。这一战，红河雷神取胜的几率有50%了。金角巨兽好歹也是星空巨兽中最巅峰血统之一，竟然让红河雷神有机会刺破鳞甲进入他体内，真是太幼稚了，战斗技巧实在太差。再厉害点儿，我们就更加没希望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这金角巨兽还很幼小，刚踏入婴儿期，年龄太小才会这么没经验，攻击手段才会这么的简单粗俗。还很幼小，然而幼小的金角巨兽已经让人类快崩溃了。重伤自己，也要在体内绞杀红河雷神。金角巨兽的生命气息在减弱，红河雷神呢？搜索不到。金角巨兽的生命气息在不断减弱，已经低于不，已低于王级怪兽，还在减。金角巨兽的生命气息在不断减弱，已经低于已低于王级怪兽，还在减。消失了，金角巨兽的生命气息消失了，我们赢了！金角巨兽被消灭了吗？星空巨兽不能用地球常识来判断，在将它的肉体和灵魂彻底消灭前，不能掉以轻心。馆主和雷神元老呢？他们的生命气息搜索到了吗？馆主和雷神元老是地球最强的2人，他们一定能活下来，一定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必须告诉大家一个沉痛的消息：
我们现在探测不到任何生命气息，也就是说，金角巨兽虽然死了，可是我们地球上最厉害的2位武者，狐和雷神2位馆主可能已经牺牲了。他们是英雄，拯救了全世界的英雄。馆主和雷神牺牲了。不一定，红河雷神还不一定死。什么？你们地球上的生命气息测试仪是从古文明遗迹中得到的吧？那种测试仪是有探测范围的，当生命气息低于一个临界点，测试仪就无法探测到了。如果馆主和雷神的生命气息低到一定程度，这个气息测试仪就探测不到了吧？他们可能极度虚弱，但不一定死。不错，毕竟他们2人是领悟了领域的顶尖行星级强者，不能用常理来判断生死。不，怎么可能？金角巨兽的生命气息在增强。10%、20%、30%。停止了，金角巨兽的生命气息恢复到30%，就不再上升了。是馆主和雷神。馆主和雷神2位是从大涅槃开始就带领人类走出逆境的英雄，他们是真正践行了生死与共的情谊。是灵魂沉睡，他们还没死。灵魂沉睡，这一般是不朽级强者受到重创后才会进入的假死状态。一旦进入灵魂沉睡，短则1-2年，长则100万年才能苏醒。红河雷神只有行星级，他们陷入灵魂沉睡，可能永远都不会醒来。不好，他要彻底杀死馆主和雷神。是流萤护卫，他们到了。流萤护卫虽然没有攻击力，速度也远比不上红河雷神，但他们全身犹如液体，且可迅速膨胀，如同牛皮糖一样缠住敌人。金角巨兽一时也拿他没办法。校长，馆主和雷神接收到了吗？正在送往总部医院。好，我不去全球总部了。有一件事要先去做。雷大哥，我们要去见一个人。馆主可能已经牺牲。
英雄，拯救了全世界的英雄。关主唯一的女儿小磊，他们关系不太好。他一直不愿意见关主。唉，关主虽然天性不羁，但其实他一直牵挂着自己的女儿。小磊，我们已经快16年没见了吧？我还记得当时第一次带你去游乐场，我下手不知道轻重，弄坏了好多设施。还是那会儿小女孩的你去道歉的呢。一晃都过去这么多年了。你18岁那年认识的那个帅小伙，现在已经是你丈夫了吧？唉，我当初就不该那么古板，不同意你们的婚事，害得你离家出走，16年都没联系。不过，我一直有偷偷了解你们家的情况，知道你们婚姻美满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不说了，我待会儿就要跟你洪博出去了，之后也许就很难再联系了。小磊，你放心，爸爸我一定不会让那头该死的怪兽伤害到你的。走了。关主拜托你来转交，可见是对你完全的信任。看得出，第一元老也对你寄予厚望。我明白。关主和第一元老都已被收治在极限武馆全球总部，虽然生命反应很微弱，但没有死。你已经是实打实的地球第3强者。我们出战后，你必须带领所有武者，承担守护人类的使命。加油啊！小司令，流萤护卫吗？对，是我派出的。没用的，流萤护卫只能用于防御，无法对尖角巨兽造成杀伤。官方宣传需要。这么说没问题。人类确实需要希望，即使是渺茫虚幻的希望。这2个银色巨人是各国合力研制出的最新的科技巨人，和几千年来一样，这一场战争，人类一定会获胜。有希望，人们才能活下去。罗峰，你现在是地球最强者了，也是人类最后的希望。只要一息尚存，战斗便永不停止。由你来带领我们战斗吧。韩夏的基地是守不了太久，你回去看下家人后，我们就一起出发吧。战神宫将会战斗到最后一人。
罗峰，你也别太焦虑了。面对金角巨兽带来的灾难，你已经做到了极致。金角巨兽本来就不是你一个行星级精神念师应付得了的。哎呀，以金角巨兽的血脉，恢复巅峰不过是1、2天的事。而人类已经没有任何抵御它的办法，灭绝是必然的。离开地球吧。黑龙沙 X81号飞船不久可以修复，它可以带你去宇宙任何一个地方。你叫我逃走？是生存，为人类保留一丝机会，把徐星和你家人都带上，一起走。我拒绝。为什么？我已经决定，战神宫所有人都会战斗到最后一刻。最后一刻之后呢？你如果死了，人类还是会毁灭。这是我们的使命，你不会明白。人类的情感是一种脆弱的因素，不计后果投入没有胜算的战斗，在宇宙中是无法生存的。这不一样。生存不只是肉体的存续，还有精神。当一个战士选择当逃兵时，他的精神就已经死了。自从主人创造了我，我已经存在了6000万年。我见证了宇宙中无数个文明和种族的兴衰，包括陨魔星，包括主人这样强大的不朽强者。地球在浩瀚宇宙里，不过是一粒灰尘。你所谓的精神，在千万年的时光面前不值一提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让你死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守候了5万年才等到你这样唯一的一个陨魔星传人。我其实就是地球这粒灰尘上的一粒灰尘。前些天医生远程给我做了 B 超，孩子们很健康。你看，现在已经可以隐约看到鼻子了。巴巴塔，你说过，所谓的灵魂，实际是指体内世界的微型星球。金角巨兽的生命气息一下子变得比过去弱那么多，是不是代表它的灵魂也比过去弱很多？它是虚弱，
可也不是你一个行星级3阶精神念师所能惹的。你说过，那头尖角巨兽的年龄很小，它还很幼小，灵魂应该比较稚嫩，而且它还连续遭到 B6级雷射炮以及馆主和雷神的燃烧灵魂的绝命一击，灵魂应该已经受到不少损伤。而我是精神念师，拥有直接攻击灵魂的方法。你是说，陨墨星秘法虚空之塔？不行的，以你行星级精神念力施展出的虚空之塔是摧毁不了金角巨兽灵魂的。如果再加上6芒呢？罗峰，你乱想什么啊？我不允许，我绝对不允许！我等待5万年，才等到你一个传人，我绝对不允许你去送死！巴巴塔，你以为我想死？我不想死。我多么想看着我的孩子出生，多么想听孩子喊一声爸爸。我想活着，做梦都想活着。但是，我不想我的孩子一出生，就在飞船内过着没有阳光、没有朋友的日子。他们只能听我讲述，曾经有颗蔚蓝色的美丽星球，它沐浴在太阳的金色光辉下，经历着四季变化，从霜雪降落，再到春草如茵。但是，这颗蓝色星球已经消失了。他们应该生活在和平年代。6芒加上虚空之塔，击杀实力只剩下1、2成的金角巨兽，还是很有希望的。陨墨星秘技6芒，需要5位行星级强者心甘情愿燃烧灵魂，将力量传递于你，你才能施展出虚空之塔这一最后拼命绝招。且不说使用虚空之塔对你灵魂造成的重创，就算我同意这个方案，会有人甘愿牺牲自己吗？现在别无他法，只能一试。可是就连不朽强者，一旦灵魂遭到重创也难。巴巴塔，你说过，行星级只能在宇宙中流浪，混个温饱，而我的妻儿父母都是普通人，我带着他们进入宇宙其他星球是极其危险的，而且宇宙也并不和平。争斗存在于每一个星球，一个行星级带一些普通人在宇宙中，的确是灾难性。再说，如果我临阵脱逃，当了缩头乌龟，又怎么能称得上陨墨星的传人呢？我答应你，一定努力活下来。你看，红河雷神不是也没死吗？只要一息尚存，你总有办法救活我，不是吗？5位行星级强者实力越强，燃烧灵魂产生的力量就越强，但他们必须自愿，不能反抗。一旦反抗，就会失败。巴巴塔，将这一信息全发给所有行星级武者，愿意加入牺牲的，让他们回消息给我。好。罗峰，你说多少人肯牺牲？他们可都是行星级武者，精神念师。就算基地室被攻破，人类大逃亡，他们的幸存可能性依旧是最高的。
我本以为地球人渺小又脆弱，没想到这么疯狂。81封来信，其中62人愿意去，就连一些战神，在听到传闻后也自告奋勇加入。巴巴塔，你按照灵魂强弱，选出这5位英雄吧。好。叶琳娜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。没能赶回家，从那头怪兽嘴里救下你妈妈，是我多年的心病。这次我要前往太平洋海域，去对付那头金角巨兽。你真的不愿意见妈妈最后一面吗？叶琳娜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我去了，别哭。作为一名军人，为国献身是最大的荣耀。这些小家伙就拜托你了。小风，起来。阿华，哥，照顾好爸妈。我欠你一场婚礼，对不起。你什么都别说，我和宝宝等你回来。孩子们，也许你们永远都不会见到爸爸。
但爸爸要告诉你们，爸爸其实很爱你们。下面的海床，就是我计算出的最佳地点。周边海域已清理，绝不会有怪兽打断秘境。金角巨兽就在海床下1200米深，足够近，但不会惊动它。好，出发。来自5大国的6位顶尖行星级武者已经开拔，发动最后的反击战。他们分别是亚美利加第1强者莫罕德森、欧罗巴第1强者伊斯特、印范第1强者特里帕蒂辛格、苏维埃特第1强者索克洛夫，还有我们寒夏国永远的英雄贾谊，以及地球第1精神面师、最年轻的绝世天才罗峰。是罗峰，是我们的兄弟罗峰。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。这恐怕是人类最后的机会了。